千万不要相信黑胡子的鬼话，说什么暗暗果实是最强自然系。其实这颗果实的弱点很明显，从艾斯与蒂奇的那场战斗开始，尾田就在埋设伏笔。有3种方式能克制暗暗果实。第一种是超远距离打击。当年黑胡子向艾斯解读暗暗果实，还没等他说完，艾斯就找到了破解方法，避免身体被黑暗元素触碰就可以。于是艾斯采用远程攻击，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只不过黑暗的引力太过强大，艾斯没有办法躲避，最终惨败给了黑胡子。香克斯也知道远程攻击能克制暗暗果实，他的手下有3位顶级强者，本贝克曼、耶稣布和拉基路，用缠绕霸气的子弹打黑胡子简直完美。第二种是武装色霸气清除黑暗元素。自从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开始，就有粉丝疑惑他能不能吸收武装色霸气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，黑胡子就是无敌般的存在。卡普在蜂巢岛对战元大将青雉时，提前将手臂缠绕武装色，导致洞洞果实完全失效。可见武装色霸气能克制自然系元素。暗暗果实的能力虽然很特殊，毕竟也属于自然系恶魔果实的一种，逃不过被武装色霸气克制的设定。在黑暗元素触碰身体前，用霸气将它驱散，打赢黑胡子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第3种是霸王色驱散果实能力。从路飞在鬼岛对战最强生物凯多，到乔伊波伊的霸气将吴老星打回原形，尾田一直在增加霸王色的力量，不仅能像武装色一样用来缠绕攻击，还可以将能力者具备的恶魔果实力量驱散。吴老星接触到乔伊波伊的霸王色，立马就从怪物形态变成普通人类模样，甚至还把赋予他们能力的伊姆腾的跪地哀嚎。香克斯秒杀大将绿牛时也证明过，用超强的霸王色霸气驱散森森果实的力量，让绿牛从森林人形态变成原本模样，自然系森森果实的力量完全失效，这才是让怪物绿牛离开和之国的原因。暗暗果实遇到强大的霸王色，自然也会失去效果。凯多老师那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，前提是你得拥有强大的霸王色霸气。实力秒杀幻兽种果实觉醒者，自信能取下海上皇帝的脑袋。黄猿说绿牛可以击败世界最强男人，赤犬击败青雉当上海军元帅之后，通过世界征兵招募到藤虎和绿牛当大将。多弗朗明哥曾说他们都是强悍的怪物，藤虎在德雷斯罗萨展现过实力，能轻松将当时的索隆打到嘴角流血，还能从外太空召唤巨大陨石，摧毁一座岛屿也不在话下。直到世界会议开始后，绿牛才在玛丽乔亚登场，赤犬命令他将藤虎赶出圣地，是认为绿牛比藤虎更强一些。不过绿牛没有听赤犬的话，还主动请藤虎吃了一碗面。当藤虎提议打一架的时候，绿牛立马表示认怂，不敢应战，只能说在绿牛看来并没有信心击败藤虎。后来两人在玛丽乔亚对战革命军的队长们，藤虎被卡拉斯打伤脑袋，绿牛则被茉莉贯穿手掌。路飞击败最强生物凯多的1周后，绿牛奉命来到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，对战赏金超10亿的奎因和镜，全程碾压将2位大看板击败。大和是幻兽种果实觉醒者，还拥有非常强悍的霸王色霸气，一棒子打在绿牛的脑袋上，却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最终被绿牛瞬间控制不能动弹。自认打不过绿牛要请路飞帮忙。从绿牛进入和之国开始，草帽团的人就一直在关注他。路飞和索隆几个人表现得很轻松，明显是没把绿牛当回事。得知绿牛要对路飞下手，香克斯在和之国近海释放霸王色，身体遭到麻痹下的仓皇而逃。从此绿牛被认为是最弱大将。离开和之国后，绿牛去抓捕白二世，还有洛克斯的残党巴金，两人联手也没能挡住绿牛。白胡子二世被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别看白二世的赏金只有4亿8千万，却能击败白胡子的众多队长。黄猿曾评价过白二世的战斗力，说他一点也不逊色年轻白胡子。难道说大将绿牛的战斗力设定是能抗衡世界最强男人的存在吗？老星评价所有4皇的战斗力，无视大妈白胡子。畏惧凯多和香克斯，对路飞起初是夸赞，慢慢变得无可奈何。为了让艾斯不去追杀黑胡子，香克斯主动与白胡子取得联系，海军派出去监视的军舰被全部摧毁。吴老星直接来了一句，香克斯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，还好他不是那种为了私欲乱来的人。世界会议期间，香克斯孤身来到圣地玛丽乔亚，吴老星表明特意腾出时间来召见他。只能说5个老头对香克斯非常忌惮，不过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却表现得不那么在乎。白胡子与香克斯见面时，吴老星却没有在乎他的动向。难道说白胡子变老之后对天龙人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了吗？除了对香克斯有一丝畏惧，吴老星对凯多也很忌惮。多弗朗明哥被路飞击败之后，立马让 CP0 去找凯多交易，得知凯多有可能战败后，又派遣军舰企图占领和之国。可见只要有世界最强生物在，吴老星也不敢对和之国有企图。反观带着半个海贼团去打路飞的大妈，吴老星每次出场都没有提及。不得不说大妈真是最弱4皇，在世界最高权力面前不值一提。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丧命后，吴老星分析局势就很认可黑胡子，觉得他对白胡子海贼团很熟悉，有实力登基成新的4皇之一。后来在世界会议期间，吴老星再一次透露对黑胡子的认可。他们活了800年，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可以吃2颗恶魔果实。
而且对黑胡子的目标也很疑惑，担忧他会做出特别的事情。不得不说，5个老头对黑胡子很是认可。路飞刚出海当海贼的时候，吴老星就很认可他的实力，原因是他是英雄卡普的孙子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都不奇怪。后来路飞逐渐变得强大，吴老星也曾下令干掉路飞，不过遇到了自家叔叔暴君熊，在恐怖3维帆船放走草帽团，直到路飞觉醒换兽种尼卡果实，吴老星才表露出对他的忌惮。土星萨坦圣甚至亲自前往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将路飞彻底抹除。不过凭借路飞现在的实力，5个老头齐聚弹头岛也灭不掉他。巴基能成为当今4皇，是全世界人都不曾想到的事情。吴老星对此也没有表示看法，或许巴基才是他们最大的麻烦。吴老星真正的杀手锏公开，难怪他们会亲自召见香克斯。作为世界的最高统治者，吴老星也拥有着最顶尖的战斗力，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有很强的压迫感。萨博在圣地玛丽乔亚与他们有过交手，仅仅是挨了一招就被打成重伤。萨坦圣去弹头岛对付草帽一伙，上来就展示出恶魔果实觉醒状态，外形上犹如传说中的妖怪牛鬼。其他4位吴老星也都拥有觉醒能力，他们在弹头岛登场，脖梗处都缠绕着黑色焰云，其中那厮兽狼圣还是一名强悍的剑士，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妖刀初代鬼彻。除此之外，吴老星还有着特殊的攻击手段，萨坦圣可以释放毒液腐蚀周围物体，还能吐出带有剧毒的液体小球，爆炸产生的破坏力犹如一颗核弹。沃丘利圣是一头巨大的野猪模样，能让牙齿变成锋利的刀砍向敌人。马兹圣能吐出火焰用来攻击，弹头岛的防护层都没能抵挡住。吴老星最让人无奈的能力是恢复，萨坦圣被打断一个脚和几条腿，也能在一瞬间就恢复到原本的模样。路飞也见识到他们超强的回复能力，强调吴老星是无法打伤的不死之身。萨坦圣还展示过让敌人身体爆炸的能力，看到他眼睛的人会脑袋爆炸丧命。沃丘利圣还用过霸王色嚎叫攻击，释放的霸气冲击波能弹出路飞的伤疤，这2种攻击大概就是霸王色的物理伤害吧。而且圣平也明确表示吴老星的霸气很强。凯多曾说过，霸王色缠绕是最顶级用法，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具备这项技能。现在来看，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最强的，也是吴老星站在世界顶点的杀手锏。目前确定香克斯拥有霸王色物理伤害，去找白胡子的时候用霸气阵列过船板。现在来看，当初吴老星愿意接见香克斯，不仅仅因为他是4皇红发团的船长，还因为他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战斗力。龙虎3次暴露出自己的缺陷，也难怪他没打赢赏金4亿的对手。赤犬通过世界征兵招募到2位强如怪物的大将，一名是自然系能力者绿牛，另一位就是吃下重果实的藤虎。因为弄瞎了自己的双眼，他的见闻色霸气特别强，武装色也应该不弱，暂且还不确定拥有霸王色。在德雷斯罗萨对战索隆，一刀将其打入地底之下，打死档状态下的路飞，场面上也是完全碾压，即便是面对顶头上司赤犬，也敢在电话中直接互怼，还曾主动邀请大将绿牛打一架，气势上完全压制对方。如此强悍的怪物藤虎，却有3次暴露出自己的缺陷。接下来先给海米们说个好消息，航海王梦想指针手游在4月1日正式公测，耗费3亿成本打造的 3D 冒险手游，采用超过4万面的超轻建模，让你有置身海贼世界的冒险体验。快来点击左下角预约吧，带着你的 One Piece 梦想赶紧出海。第一次是在德雷斯罗萨对战萨博，当时萨博刚吃下烧果实，能轻松秒杀中将巴斯提尤。藤虎从外太空召唤陨石，却被明哥的鸟笼切碎，导致破坏的范围增大，让海军和普通民众受到伤害。藤虎是一位心存仁义的大将，爱惜同伴不能发挥全部实力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军队长向天龙人宣战，藤虎的对手是赏金只有4亿贝利的乌鸦，结果是藤虎的脑袋被打伤，还让革命军带走了暴君熊。事后五马表示，战斗地点在圣地，大将们无法使用全力。还有一次是在红发歌姬中，和黄猿一起去抓捕乌塔，藤虎完全没有理会红发海贼团，主动拔刀想要发起战斗。彻底愤怒的香克斯释放超强霸王色，在场的多名海军中将没能顶着晕倒在地。藤虎见状立马收起刀，表明有民众在场无法战斗，好像是在说自己并不害怕对抗红发海贼团，只是碍于会伤害到普通民众和海军士兵，才决定放弃战斗，让香克斯将乌塔安全带走。从以上的3场战斗来看，藤虎都没有发挥出全力，没能打赢赏金只有4亿的乌鸦，应该就是害怕伤及普通民众，不能用出全部实力战斗。如果换成坚持绝对正义的赤犬，还会在德雷斯罗萨放走草帽一伙吗？2名七武海中最弱的6个人，其中有3人痛击过4皇，盛平居然排名倒数第5，第12名是无名七武海，目前还没有露面。在暴君熊的回忆中，我们知道艾斯在出海后击败过一位七武海，那个人的名字还没有公布，具体的战斗力也没有准确的参考依据。当时能被艾斯轻松击败，只能表明那位七武海的战斗力不会很强。第11名是月光莫利亚，赏金只有3亿2千万贝利，也是唯一一位因为实力太弱
被吴老星下令抹除的七武海。年轻时期的莫利亚很强，曾经与凯多战斗，居然能保住一条小命。在恐怖三维帆船对战，路飞被击败，后来在马林范多被盛平一拳打飞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吴老星让明哥抹除莫利亚，却被他逃走捡回一条命。后来莫利亚去蜂巢岛寻找同伴阿布，又被宇智溪流重伤，目前下落不明。第10名是巴基，战斗力很一般，却拥有霸王色运气。罗杰被处刑之后，巴基拒绝香克斯的邀请，在东海成立自己的海贼团。后来陪着路飞一起从推进城越狱，来到顶上战争的表现可谓异常神勇，正面对抗世界最强剑豪鹰眼，任由对方砍了1万刀，也是一点伤都没有受。抱着重伤的路飞和盛平躲过岩浆拳头，还能巧妙地躲过黄猿的激光偷袭。不得不说，巴基又隐藏实力的嫌疑，否则也不会成为当今的4皇之一。第9名是白胡子2世，已经被绿牛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白胡子2世的实力不小，黄猿评价他拥有年轻白胡子的战斗力，对战白胡子海贼团的众多船长，也是用碾压的战斗力获得胜利。不过白胡子2世能被绿牛轻松击败，只能说他的战斗力上限不高。第8名是草帽团的舵手盛平，赏金11亿贝利。盛平作为鱼人族，能在陆地上与艾斯打平，说明他的实力不比艾斯弱。不过在顶上战争对战鹰眼，盛平连一招都没挡住，就被鹰眼打飞出去。在蛋糕岛，盛平的表现非常好，将4皇大妈从桑尼号上打飞出去。在和之国对战赏金5亿4600万的福兹府，没拿出全部战斗力便取得胜利。之后盛平的赏金涨到11亿贝利，比觉醒血统因子的山治还要高一点。第7名是特拉法尔加罗，赏金30亿贝利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罗通过洛基港事件成为一名七武海。不过在与多弗朗明哥的战斗中，罗被全程碾压，还被对方砍掉一条胳膊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罗将手术果实觉醒，联手基德战胜4皇大妈。后来遭到黑胡子海贼团的围捕，单挑4皇黑胡子也能将其打伤，最终被开启暗暗果实的黑胡子击败。海贼船被击毁后，罗也下落不明。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，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。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。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，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可以确定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，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，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，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，才选择从海军离开。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创建了革命军。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贝加庞克。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，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，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，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。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？当年在罗格镇出场，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，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，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，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，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，而且龙还告诉熊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，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。第三个是龙的老婆，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曾经有海米推测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，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，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，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，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。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，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，路飞才降生于世，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。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，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，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。不过尾田还说了，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，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，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，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，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，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。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，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。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？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，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，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。海军12生肖的战力排名确定，强如赤犬也只能排在第3名。据说最强的人拥有50亿的赏金。第6名是黄猿，对应生肖是申猴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黄猿把超新星挨个虐了一边，如果不是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索隆的小命铁定被光速替带走。不过黄猿见到暴君熊却没有出手，多多少少有点丢大将的面子。在顶上战争他的表现还算可以，打白胡子也能给对方造成伤害。见到4皇副手本贝克曼举起双手，也算是黄猿战绩上的一个污点。对战武当状态下的路飞，黄猿被一拳爆头，可见他并不能匹敌4皇。第5名是青雉，对应的生肖是酉鸡。青雉的战斗力略低于赤犬，经过10天10夜的鏖战惜败，与白胡子的战斗，青雉的表现很一般。第一次被从空中击落，第二次将白胡子冰封，却强调震动无法冻住，随后就被乔兹撞飞。青雉对黑胡子海贼团时非常勇猛，
直接兵锋圣胡安·厄朗等人。作为卡普的首席大弟子，青雉的战斗力比师傅明显差了一个档次，被卡普用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打入地底之下后满脸是伤。第3名是赤犬，对应的生肖是虚狗。单从顶上战争来看，赤犬绝对是战神级别的存在，对战受伤的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也能从正面给予对方重创。即便被白胡子从背后偷袭重伤，依旧能站起来打掉白胡子半张脸。后来一个人挡住马尔科率领的队长，场面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劣势。不过遇到香克斯后立马认怂，岩浆拳头被挡下后，吓得脸颊流汗。顶上战争过后，赤犬一个人去追黑胡子海贼团，也是战力强大的表现。不过赤犬还不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，相比四皇应该还有一定的差距。第2名是战国，对应的生肖是未羊。战国是所有海军大将之中唯一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的人，他也算罗杰时代的人，曾经与白胡子多次交手，可见两人实力不分伯仲。与卡普一起对抗过金狮子，大战5天5夜之后将金狮子关入监狱，还有在马林范多对战黑胡子海贼团，一巴掌将对方所有人拍吐血。虽然战国没有使用过霸禅攻击，他的战斗力绝对在四皇级别。第1名是多拉格，对应的生肖是辰龙。最新的海贼王漫画剧情已经确定，多拉格曾经是海军中的一员，在那里看不到自己要坚持的正义，才决定创建革命军对抗天龙人。多拉格的具体战斗力还无法确定，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，还应该拥有强大的霸王色霸气。所谓的霸禅攻击也应该具备。龙的赏金也未公布，被评为最危险的罪犯，达到50亿贝利不算难。马尔科挡下凯多的热息拯救娜美，路飞在鬼岛屋顶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海贼王1070集动画更新，乔伊波伊正式归来。因为 CP0 小队长的介入，路飞倒在凯多的狼牙棒之下，4档也随之消失，两眼翻白，一个人静静的躺着。城堡内的战斗还在继续，所有人都在等待路飞的凯旋。此时桃之助对大河说，完全感受不到路飞的气息。CP0 的小队长拉低帽檐，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。面对凯多的狼牙棒，他没有做任何反抗，静静等待死亡，没能与路飞展开公平的决斗，让凯多变得异常愤怒，变成一条巨龙，朝着城堡的会场吐出一股热气。他让武士们快点把玉田的儿子桃之助交出来，并向众人宣告，路飞已经在鬼岛屋顶的战斗中丧命。对于路飞战败的消息，小玉流着泪表示不能接受。娜美也站出来怒骂凯多是蜥蜴，坚信路飞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船长会击败任何敌人，安全归来。面对娜美的挑衅，凯多没有手下留情，直接喷出一股热息。好在马尔科及时出手，用身体挡住热息，救了娜美一命。小马哥告诉所有人，千万不要自暴自弃，战争还远没有结束。凯多没有继续攻击娜美，开始宣告新鬼岛计划。他不会像大蛇将军一样心慈手软，会将和之国变成武器工厂，所有人都会成为奴隶工作到死。最后凯多强调，必须快点交出桃之助，否则就会战死。武士们并没有被凯多的话吓死，宁可战死也不甘愿成为奴隶。得知路飞被凯多打败之后，桃之助有一些自暴自弃，连路飞都打不倒的人，他们又怎么有办法获胜？大河对此并不接受，鼓励桃之助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即便丢掉性命也不能当奴隶，这才是武士该有的觉悟。见到巨龙凯多加入战场，百兽海贼团的气势得到提升，对战大妈耗尽体力的基德，连普通小兵的偷袭都没能察觉，好在有罗及时出手化解危机，并让基德最好保存体力。接下来他们还需要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看着凯多在战场上无情攻击，娜美依旧不相信路飞会战败，她呼喊着路飞的名字，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流。躺在鬼岛屋顶的路飞好像听到了娜美在呼唤他，心脏开始慢慢的跳动起来。一直在和之国近海的相主也感受到了路飞的心跳，他询问桃之助有没有听到那个异常让人怀念的声音。800年的时间过去，解放之谷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，乔伊波伊归来了，他就在鬼岛屋顶之上。此时路飞一个人静静的躺着，身上冒出一缕缕白色气体，头发也逐渐变成白色，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。接下来就是尼卡果实觉醒，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登场。卡塔库利与马尔科谁更强？香克斯用一句话给出答案。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卡塔库利的技能包最全面，对诺诺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，将一个超人系玩出自然系的效果，也将恶魔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，任何技能都可以压制橡胶果实，还有3种霸气的修炼。卡塔库利也算得上顶尖水准，武装色的硬度比当时的路飞高出一截，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地步，能提前预知敌人的行动进行压制。虽然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却没有展示过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马尔科从小就跟着白胡子吃下比自然系更稀有的幻兽种，不过对霸气的修炼至今没有展示。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，目前来看不具备霸王色霸气，更加不会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小时候的马尔科与年轻的雷利战斗，使出全力的攻击被一根手指挡下，不过战斗力却得到了雷利的认可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马尔科挡住8尺琼沟玉后，一脚踹飞黄猿，见到青雉拿着冰刀要对路飞出手，飞过去又是一脚踹飞。不过在对战赤犬的时候，马尔科被完全压制，实力上存在不小的差距。后来与黑胡子海贼团爆发终结之战，马尔科又是被完碾压战败。不过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战斗力非常认可，为了抓捕3眼族的布林，派去了大将青雉和狙击手范奥卡。可见黑胡子认为
只有大将出马才能搞定卡塔库利。在四皇香克斯的心目中，马尔科有足够的实力当同伴。当年去找白胡子讨论艾斯的事情，就曾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。和之国战斗完结之后，香克斯再次对马尔科发出入团邀请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香克斯与卡塔库利一起对战歌之魔王。当卡塔库利说能预见未来时，香克斯直接来了一句：“别以为只有你能看见未来。”这句话对卡塔库利多少有点嘲讽，完全没有了对马尔科的赞赏。尾田公开过路飞母亲的形象，她是连凯多都无法打赢的人。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有过很多的传言，有人说是克洛克达尔，因为他戴着一个耳环。还有一个重要的把柄落在伊万科夫手中，有人说是天龙人的首领伊姆大人。龙曾经是海军大将，与伊姆发生感情，生下路飞，却看不惯伊姆的暴行，才选择离开海军创立革命军。这些说法都没有准确的依据，纯属海米自行歪歪的内容。尾田曾在2009年去美国参加这么的访谈，当时有粉丝提问路飞的妈妈长什么样，她漂亮吗？在路飞小时候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吗？尾田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，他回答说，我认为她还活着，不过我还在认真考虑，如果她出现在漫画故事中，那么她将是一个看起来很硬朗，对路飞也很严厉的女人。路飞的母亲并不漂亮，是典型的家庭主妇，典型的大波浪发型，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漫画中，尾田表示还没有想清楚。不过在漫画中有一个人非常符合路飞母亲的人设，他就是抚养路飞和艾斯长大的山贼达旦，长得不漂亮，性格非常硬朗，对路飞和艾斯都很严厉。其实在路飞的心目中，达旦已经算得上自己的母亲，出行前还不忘特意去找达旦，与他告别后才离开。后来在海贼王 SBS 第83卷中，尾田再次回答关于母亲的问题，与生气的妈妈对着干，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去乱拼，那可是全世界最强的生物，甚至比凯多还要强一些。尾田的这句话虽然是玩笑话，也能反映出路飞的母亲很严厉。海贼王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，路飞的母亲即便出场，也不会有太多剧情，不过还是希望她能出现，解决海米心中的一个疑惑。以藏极限一换一干掉 CP0 成员马哈，年轻大妈登场，颜值不输女帝汉库克。海贼王1068集更新，和之国最终之战开始。佐乌的相主正在和之国近海，他询问桃之助自己是否可以参战。为了迎接乔伊波伊，才不远万里来到此地。桃之助告诉大和，他并不打算在此时开国。玉田撕掉了日记最关键的一页，罗杰找到的 One Piece 是什么也不清楚。在一切未定之前，他不想让和之国陷入危险之中。不过在大和看来，桃之助是将世界带来黎明的人。弗兰奇来到鬼岛之上，救下失去意识跌落向大海的索隆。此时的会场内部已经被大火笼罩，乌索普带着小菊正逃往凯多的府邸。以藏遇到 CP0 的小队长和成员马哈，他们表示白胡子的残党本应该被处死，不过目标是草帽一伙，可以暂且放过他。以藏没有理会他们的话，朝着两位 CP0 成员攻击，身体被纸枪击中后，干掉马哈，完成1换1。见到同伴的尸体， CP0 小队长非常绝望，他不明白以藏为何要帮助路飞。吴老星在此刻打来电话，命令 CP0 必须在鬼岛干掉路飞。他们也在担心路飞会获胜，以防万一才下达此命令。得知四皇大妈被击败，武士联盟的士气变得异常振奋。马尔科和娜美很清楚，在打败凯多之前，战争还没有结束。大蛇将军与日和还在宝物间内，他在抱怨福禄寿怎么还没来。屋顶在震动中突然倒塌，将大蛇将军砸得昏晕过去。日和趁机用海楼石钉子困住大蛇将军，弹奏起父亲光月玉田生前最喜欢的曲子乐伎。他告诉大蛇将军，自己就是光月玉田的女儿，接下来还会亲手取下他的脑袋。此时的鬼岛穹顶之上，凯多与路飞还在进行激战，没有开启4档的路飞在力量上完全不是对手。此时凯多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盟友00已经战败，路飞对此非常开心，评价罗和基德是很强的家伙。对于大妈被击败，凯多变得非常伤心。他回忆起第一次与00相遇的画面，那是自己只有15岁，大妈还没有发福，是一位身材和颜值都不输女帝汉库克的美女。00告诉凯多，她会成为大海之王的女人，还让他最好小心一点洛克斯，因为那家伙不是一个好人。一段回忆过后，凯多变得异常激动，流着眼泪进入暴走模式。路飞也在此时开启4档，变成蛇人形态进行战斗，不计其数的拳头打在凯多脸上，却没有造成任何有效伤害。对于凯多的伤感，路飞表示并不关心，当下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凯多赶出和之国。2场战斗测试出大将绿牛的实力上限，打不过索隆，也打不过现在的山治。赤犬当上元帅后，立马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到藤虎和绿牛2位强如怪物的大将。在德雷斯罗萨登场后，藤虎展示过强悍的实力，仅仅用一招重力刀便将索隆打到嘴角流血。与吃下烧烧果实的萨博战斗也没有处于下风，迫于贺中将的压力抓捕草帽团的时候，将德岛的废墟漂浮在空中，有毁天灭地的气势。直到世界会议绿牛才出场，也仅仅是露了一个侧脸，透露出他可以3年不吃饭，对美女有极强的兴趣。和之国事件完结后，赤犬派遣绿牛去打扫战场，此时我们才知道，绿牛是吃了自然系森森果实的森林人，所到之处都能长出茂盛的花草树木，可以通过身体长出藤蔓战斗和吸收养分。
不仅能削弱敌人的战斗力，还能提升自己的能量。百兽海贼团的2位大看板岩哉镜和一哉奎因面对大将绿牛简直不堪一击，瞬间便失去了战斗力。镜和奎因当时都受了重伤，也不能体现出绿牛到底有多强。对战赤鞘九侠时，绿牛出于绝对优势，将所有人击败，与大和交战脑袋挨了一棒子，也可以束缚住对方的行动。大和建议桃之助寻求路飞的帮助，显然是认可自己打不过绿牛。不过在与四皇香克斯交手时，绿牛的表现给海军大将丢脸了。面对强大的霸王色霸气，绿牛身体被震慑的瑟瑟发抖，连对方的面都没见到，就被吓得一脸惊恐仓皇而逃。相比四皇级别的顶级强者，被称为怪物的绿牛完全不够格。离开和之国后，绿牛立马投入到抓捕七武海的行动。在白胡子的故乡遇到赏金4亿8千万的爱德华威布尔，没费吹灰之力将其击败，这算是海军大将该有的实力。不过在世界会议期间，绿牛对战革命军队长的表现并不好，与巨人族的茉莉战斗，首长被对方用3叉戟贯穿受伤。从对抗香克斯和七武海威布尔的2场战斗来看，绿牛的实力只能算中规中矩，并没有达到所谓的怪物级别。与桃之助交手的时候，绿牛还暴露出森森果实的最大弱点，桃之助变成一条巨龙形态，从口中吐出凯多一样的热息战斗，将绿牛的身体完全烧毁，也说明森森果实面对火攻非常劣势。在草帽团中，会使用火系招式攻击的人有很多。索隆从警卫门那学会了火焰斩击，山治的魔神风脚也附带火焰攻击。经过鬼岛一战，索隆觉醒霸王色登基地狱之王，山治觉醒体内的血统因子，变成刀枪不入的魔神。两人利用火焰攻击对战绿牛，获得胜利应该不会困难。你知道大新闻摩根斯报道过多少次假新闻吗？贬低过草帽团的整体战斗力，把罗和路飞狠狠坑了一顿。当年路飞和罗在冰火岛结盟，企图将四皇凯多拉下马。他们计划是干掉多弗朗明哥，让凯多无法获得人造恶魔果实。于是罗和路飞抓住凯撒，逼迫多弗朗明哥主动辞去七武海之位。明哥是有背景的人，世界政府也得配合他假装辞去七武海。摩根斯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，将消息刊登在报纸上传遍世界。这次传播假新闻，摩格斯虽然是受害者，却把路飞和罗坑惨了。明哥在德雷斯罗萨布下陷阱，用艾斯吃过的烧果实牵制住路飞，自己和大将藤虎一起抓捕罗，目标是夺回研制人造恶魔果实的凯撒。好在藤虎心系民众，没有真正对抗陆罗联盟，才让路飞打败了多弗朗明哥，闯入蛋糕岛接山治归队。路飞在超新星贝基的建议下，联手刺杀四皇大妈，不过他们的计划没能成功。路飞勉强打赢卡塔库利，带领草帽团安全逃离。摩根斯当时也在蛋糕岛，为了博取世人的眼球，谎称路飞是主谋。他还向世人公开路飞拥有7个附属海贼团，合计人数有5640人。此时路飞的赏金达到15亿贝林。摩根斯将路飞认定为第5位海上皇帝。这一次摩根斯报道了2个假新闻，第一个是路飞并不是刺杀大妈的主谋，他觉得草帽小子有话题性，为了娱乐大众才将路飞当成领导者。第二个是路飞手下有5640个小弟，比当时草帽大船团的人数少太多。路飞离开德雷斯罗萨后，草帽团大船团开始到处扩张自己的势力。第二船长巴托洛米奥甚至闯入了四皇香克斯的地盘，拉拢小弟。海尔丁回到巨人村庄，拉拢到几个巨人一起成立新巨兵海贼团。还有第一船长卡文迪许也在不断扩充巨美海贼团的战斗力。从离开德雷斯罗萨到逃离蛋糕岛，草帽大船团得到了飞速发展。摩根斯说草帽大船团有5640人，明显是拉低了路飞小弟的数量。世界会议过后，世界政府的人找到摩根斯，企图控制新闻内容的发布。摩根斯表示自己不喜欢被控制，还干掉了一位 CP 组织的小喽啰。不过摩根斯在发表报纸时，为了博取眼球，还是报道了假新闻。根据寇布拉死在萨博身边的照片，断定萨博就是干掉寇布拉的凶手。这本来是败坏萨博名声的一则新闻，却让萨博成为万人敬仰的炎帝。内德单刷四皇打残大将的赤犬，为何会主动向路飞认怂了呢？当年去奥哈拉执行屠魔令，赤犬秀了一波他所坚持的绝对正义。为了杜绝有学者偷偷逃跑，他命令部下炮轰平民所在的避难船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赤犬比青雉和黄猿机灵一些，没有正面对战白胡子。他利用斯库亚德与罗杰的恩怨，策反斯库亚德去暗杀自己的老爹。见到白胡子胸口被刀贯穿后，赤犬才敢跳出来与白胡子1对1战斗。一轮激战过后，赤犬趁着白胡子伤病复发，一记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胸口，回头还不忘嘲讽白胡子一句岁月不饶人，明摆着是调侃白胡子老了不中用。当路飞救出艾斯后，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快点逃离马林范多。赤犬并没有慌，他侮辱白胡子是时代的失败者，不敢与罗杰一较高下，成功激怒年轻气盛的艾斯，让对方留下来与自己爆发战斗。赤犬利用岩浆果实强于烧果实的优势，一记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，紧接着对发呆的路飞下手。盛平试图站出来阻挡，结果被赤犬一拳打飞。马尔科与比斯塔也出动保护路飞，却忘记使用霸气，未能对赤犬造成伤害。白胡子见到艾斯被杀，彻底愤怒，一记重拳狠狠砸在赤犬的脑袋上。重新站起来的赤犬发动反击，用一招鸣狗打掉白胡子的半张脸。趁着白胡子伤病复发，赤犬再次发动猛攻，又一次重创白胡子的胸口。白胡子抓住赤犬跳到空中的漏洞，用出最后的力气将他打入地面之下。
差点掉入大海之中的赤犬，靠着岩浆果实重新回到地面追杀路飞。伊万科夫试图阻挡赤犬的脚步，也没能挡住岩浆果实的攻击。好在克洛克达尔及时出现救场，用一招大漠之剑将赤犬的身体劈开。随后赤犬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残部，也没有放弃对路飞的追杀，直到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饭店，赤犬才迫不得已停止攻击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辞去海军元帅，推荐大将青雉顶替自己。赤犬也想当元帅，他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赤犬打断青雉一条腿，以微弱的优势获得决斗的胜利，成为海军元帅后，赤犬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到藤虎和绿牛2位大将，抽着雪茄骂吴老星是天龙人的走狗，完全没把5个老头放在眼里。不过在路飞进入和之国后，赤犬的表现有点怂，不敢让黄猿去和之国。得知路飞打败凯多之后，赤犬派遣绿牛去收拾残局，特意叮嘱绿牛不要招惹路飞，显然是认为他率领的海军依然不是路飞的对手，对自己在此时当上元帅也有一丝后悔。尾田公布海贼王中最强的输出技能，来自坠落四皇，只有路飞能抵挡住。海贼王中出现过数以万计的技能，哪一个才是最强的呢？有人说是自然系能力者的大招，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。青雉的大招是冰河时代，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巨大海啸瞬间冰封。赤犬的大招是流星火山，无数个岩浆弹冲天而降，如同末日降临一般。黄猿的大招是8尺琼勾玉，数以万计的激光束，就连大将泽法也抵挡不住。艾尼路的大招是雷霆，巨大的球形闪电，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化为乌有。也有人说是白胡子的普通艺伎，没有很霸气的名字，却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海震能产生吞没一座岛屿的海啸，地震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崩塌。不过在霸王色缠绕攻击出现后，自然系的大招多少逊色了一些。罗杰用过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轻轻松松将光月玉田击飞数百米远。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，表现出来的威力远远超越了罗杰，不仅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，还重创极恶世代之一的基拉，附带攻击连同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。能挡住神臂的人恐怕也没几个吧。卡普的银河冲击也是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拳头下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这可能还不是卡普的终极大招，期待他对战黑胡子时能使用更强劲的招式。作为世界最强生物，凯多的每一个招式都是 bug 级别，热息能轻松毁灭一座山头。与路飞最终决战时，凯多先变成一条熊熊燃烧的巨龙，火焰能融化任何事物，头顶缠绕霸王色后撞击敌人，这一招叫生龙火焰八卦，毁灭一座岛屿不在话下。觉醒橡胶果实后的路飞，将拳头变得异常巨大，体积上不亚于整座鬼岛。缠绕上霸王色后，有一种碾压一切的感觉。路飞称之为橡胶原神枪。尾田曾在大妈的生命卡中说过，被海米称为最弱四皇的大妈，她的大招天满大自在天神是连神也都超越的天灾之雷，所释放的每一股闪电都有自我意识，可以改变方向攻击试图躲避的敌人。大妈在鬼岛屋顶使用天满大自在天神时，除了路飞，其他的超新星都被命中了。如果路飞不是橡胶人，对雷电有免疫作用，恐怕也逃脱不了天满大自在的攻击。从尾田的这个说法也能判断出，雷电攻击在海贼王是多么强大的存在，可见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后，娜美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。为了让草帽团变得更强，作者修改了5个设定，罗宾得到2次加强。在东海挑战鹰眼时，索隆被狠狠虐了一顿。不过索隆为梦想不怕丧命的信念，也得到了世界最强剑豪的认可。重伤的索隆告诉路飞，在打败鹰眼之前，他不会再战败了。不过这个设定很快就被打破了。来到空岛，草帽团的敌人是响雷果实的主人艾尼路。看到罗宾被雷电击穿脑袋，索隆彻底愤怒，恶狠狠地看着艾尼路。不过索隆的攻击对艾尼路无效，战败后脑袋被对方用脚踩住羞辱。还有在恐怖的3维帆船，草帽团合理打败莫利亚后，又遇到了另一个七武海大熊。为了保住自家船长的小命，索隆拖着疲惫的身体对战大熊，最终体力耗尽，只能放弃。这一次战败也差点让他丢掉性命。在经历鬼岛一战后，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此后的战斗很难再败了。离开蛋糕岛前，吉尔玛军团将3号战斗服塞给路飞。山治见到后信誓旦旦地说，永远也不会使用吉尔玛的科技。来到和之国，山治就打破了这个设定，穿上隐身黑战斗服，轻松搞定飞六包佩吉万。随后又穿上战斗服去女澡堂转了一圈。正是因为3号战斗服，才让山治觉醒血统因子，得到无坚不摧的身体，才打败赏金超13亿的意在奎因。橡胶果实原本属于超人系，为了让路飞的实力再度提升，硬生生变成动物系尼卡果实。这个设定的修改确实有点出人意料，却让路飞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。不仅拥有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也拥有了瞬间恢复的心脏之骨，可以让路飞从奄奄一息的老头秒变精神小伙，弥补了路飞持续作战能力不强的最大弱点。罗宾加入草帽团后，花花果实的2个设定也随之被修改。之前的花花果实只能在罗宾看到的物体上长出手，对视线外的敌人无效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后，罗宾也可以在看不到的地方长出手，制造出分身与在另一座岛上的罗进行通话。还有在和之国，罗宾利用分身搜集情报，即便被发现也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在剧场版 Z 中，罗宾曾说过，
遇到速度极快的对手，花花果实就无法抓住对方。可是，在对战连右状态下的卡文迪许，罗宾却说速度在他面前毫无效果。这个设定的修改让罗宾的战斗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。给巴基当保镖，换刀不用花1分钱，差点与老沙联手的索隆都有哪些冷知识？索隆的最初设定并不是海贼猎人，而是一个小人物，在巴基海贼团当保镖。可是尾田觉得从保镖到最强剑豪的跨度太多，才修改了这个设定。从出海开始，索隆经历过好几次换刀，却1分钱没有花。索隆的第一把刀是河道伊文字，原先的主人是好友古伊娜。在古伊娜意外身亡后，索隆从庚四郎手中得到了河道伊文字，来到罗格镇。索隆从娜美手中借了10万贝利高利贷去买刀。进入武器店后，索隆凭借感知发现3代鬼彻靠着强大的气魄征服了这把妖刀，也征服了武器店老板。不仅没有收3代鬼彻的钱，还送上了镇店之宝名刀血走。在恐怖3 V 帆船，索隆与龙马的尸体相遇，也看中了对方的黑刀秋水。两人大战一番过后，索隆的实力得到龙马的认可，也将秋水收入囊中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为了报答日和的一税之恩，答应将秋水归还给和之国。作为回报，日和父亲将玉田留下的研磨送给索隆，也是一把妖刀。这一次换刀，索隆又没花钱，可能会有一点点伤身体。细心的海美会发现，海贼王中大多剑士会将佩刀戴在身体的左边，索隆却不一样，喜欢将3把刀挂在身体的右边。有人觉得索隆是左撇子剑士，可是在用一把刀战斗的时候，索隆多数情况下都是用右手，排除左撇子的可能。索隆将刀挂在身体右侧，确实算不解之谜了。被路飞忽悠上船前，索隆在赏金猎人圈子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强者。作为七武海的老沙也很欣赏索隆，并派遣了手下去邀请索隆加入巴洛克工作室。索隆的回答非常欠揍，除非让他去当老板，否则一切免谈。遭到拒绝后，老沙的手下决定除掉索隆，结果却被索隆打败了。山治和索隆是一对冤家，两人经常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吵架，也像是一对 CP。其中有一个细节，索隆从来没有喊过山治本名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外号。索隆不会吃了起名字果实，给山治起了一连串外号，有色厨子、鼻血君等。最让山治受不了的还是7号，代表自己比索隆的地位低，山治也会给索隆起外号，比如绿藻头等。却有6次喊过索隆本名，这算真爱吗？一顿饭能炫掉1亿贝利的路飞，出海至今到底糟蹋了多少宝贝？在离开空岛前，路飞在大蛇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大批黄金。一向对钱没有感觉的路飞，却对眼前金晃晃的东西起了邪念。趁着天还没亮，路飞就叫醒娜美等人一起去大蛇肚子里偷黄金。一群人将黄金打包好之后，本想在空岛居民发现前溜之大吉，殊不知为了感谢路飞打败艾尼路，空岛居民为草帽团准备了一根金柱子。见到罗宾带着黑压压一群人还抬着一根奇奇怪怪的柱子，路飞等人误以为偷财宝的事情被发现，于是背着黄金撒腿就跑。见到路飞等人逃跑，空岛的人民着实有点懵逼，认为草帽团做好事不留名。后来娜美用偷来的黄金换了3亿贝利，如此来看，那根黄金柱子起码价值100亿，3亿贝利也没经得起造，2亿被弗兰奇拿走，剩下的1亿被路飞一顿反造了。在恐怖3 V 帆船时，佩罗娜将财宝藏在桑尼号上，自己却被大熊拍飞了。草帽团顺理成章捡漏，莫名其妙得到一大笔财宝。娜美开心地躺在黄金上，路飞的眼睛贼亮，在财宝中找到一个炫酷的手环，戴起来非常帅气。殊不知手环是约翰宝藏的藏宝图，具体价值多少贝利一定是天文数字。在推进城时，路飞与小丑巴基相遇，才得知手环是宝藏图，并大方地送给了巴基。可能是为了感激路飞吧，巴基帮助路飞去第6层找艾斯，还同路飞一起越狱。来到顶上战争后，巴基开直播搅乱战场，间接帮助路飞救下艾斯。当赤犬追杀路飞的时候，巴基又站出来了，把路飞和慎平送到罗的潜水艇上。后来在渔人岛，卡布里将龙宫的宝贝全部偷走，尼普顿对此并不在乎，他答应娜美，如果能追回来，财宝全部送给他。于是娜美发动见钱色霸气，纵飞3大战力去抢回卡里布偷走的财宝。吃掉大妈的点心后，路飞担心4皇对渔人岛不利，送出所有财宝大事化了。在这堆财宝里面，有一件渔人岛的绝世宝贝运手箱，也救过路飞一命。闯入蛋糕岛救山治的时候，路飞和贝基联手计划刺杀4皇大妈，不过计划没能成功，却遭到了整个4皇团的围攻。穷途末路之际，运手箱炸毁蛋糕城堡，才让路飞等人有了逃跑的机会。